这是一种极具传统挑战性的钓鱼技术，就连练过铁砂掌的武林高手也未必敢尝试。渔民出海捕鱼根本不用渔网和鱼竿，仅凭一根鱼线和一双铜墙铁壁的铁手，就可以把海里上百斤的金枪鱼钓了上来。像这种一线双雕更是难上加难。这是菲律宾南部渔民捕捉金枪鱼的壮观场面，被誉为金枪鱼之都的棉兰老岛，每年有大量的金枪鱼都会销往世界各地的高档餐厅，而这里的渔民当然功不可没，他们仍然沿用传统捕鱼方式。今天跟随摄影师的镜头，让大家欣赏一下渔民如何仅凭双手和一根鱼线捕捉上百斤的金枪鱼全过程。几条经过渔民改装的小渔船，犹如大鹏展翅一般，承载着经验丰富的老渔民，正前往有金枪鱼出没的海域进发。船上渔民在前往的过程中并没有闲着，而是马不停蹄地准备好捕捉金枪鱼所用到的鱼饵。其中，鱿鱼是金枪鱼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此时，渔民当然会投其所好，把每一条鱿鱼都处理干净之后，会放一部分鱿鱼在船舷上进行晾晒。这些晾晒的鱿鱼不仅是金枪鱼的诱饵，还是这艘小船出海14天所有船员的主要口粮。当然，你也可以随时增添不同的海鲜，毕竟大海的给予无处不在。航行数小时之后，渔船均已抵达指定的水域。作为手钓金枪鱼经验最丰富的铁蛋，此刻他正准备抛出海钓的第一线。他将切碎的鱿鱼肉挂在鱼钩上面，然后一层一圈地捆绑在一块石头上，而鱼线每绕一圈石头，鱼饵就增加几块鱿鱼肉。在快要结束捆绑的时候，铁蛋又把鱼线逆向地绕了几圈，而这种独特的活结捆绑手法，能让石头在沉到海底之后自动掉落。渔民每次赶海能够抓多少渔获，与他们出海所携带石头的数量有很大的关系。而就是这种看似笨拙的传统捕鱼技巧，到了菲律宾老渔民手里，它的命中率可以说秒杀所有的鱼竿钓具。铁蛋抛下的诱饵很快下放到海底，成体的大多数金枪鱼都栖息在100到400米深水的海域，所以铁蛋每次下放上100米的鱼线都需要很有耐心，剩下的就是等着金枪鱼上钩了。随着镜头我们可以看见，远处的海域还有2艘渔船也同样一大早出海作业。俗话说得好，有头发谁想做蜡力，都是生活所迫。与此同时，船上的其他钓手也纷纷将诱饵下放到海底，每个船员各司其职，所有钓手都严阵以待，手中紧紧地握着钓线，生怕错失鱼线发出的所有动静。每个人都期待着此次出海第一条金枪鱼的上钩。就在此时，铁蛋的鱼线就有了动静。经过几次收线拉线之后，他很确定海底的鱼钩中标了。熟练的收线放线，这种遛鱼方式很重要。倘若收放节奏不对，很容易让猎物脱钩逃跑，甚至更严重的会把手指割伤割断。经验老道的铁蛋此时并不着急，他在旁边拿来一瓶特制的润滑剂挤到手上，这能够减少鱼线对手的摩擦，避免与猎物博弈的过程中对手造成伤害。收鱼的过程是漫长的，不仅考验一位出色钓手的遛鱼技术，更考验钓手的体力与耐力。不过看着铁蛋神情自若的表情，似乎对这项传统的手钓金枪鱼习以为常，他的脸上总是挂满微笑。随着鱼线被一点一滴收回，此时猎物也转移了博弈场地，铁蛋也只好顺着鱼线转到了渔船的左船舷上面继续收线。看着双脚踩在只有脚掌大小的木棍上，不禁为铁蛋的安全捏一把汗。没过多久，猎物又转移了地方，直接穿过船底来到了船头的右下方。不久之后，摄影师实在忍不住好奇心，直接把镜头伸进海里一探究竟。细刃的鱼线勾着猎物在海里不停地左摇右摆，大鱼的反光鳞片若隐若现。让摄影师惊讶的是，水中竟然出现了2条金枪鱼。这一箭双雕着实厉害。随着收回鱼线越来越快，2条金枪鱼的庐山真面目随即映入眼帘。第一条是蓝鳍金枪鱼，而第2条则为黄鳍金枪鱼。首先，蓝鳍金枪鱼和黄鳍金枪鱼的区分，绝对不是看尾部的尖鳍。其实蓝鳍和黄鳍的尖鳍都是黄色的，它们俩的区别主要是看身体侧面的部位。蓝鳍身体呈黑青色、深蓝色或者发青色，而黄鳍中间呈明显的黄色，这是它们最大的区别。经过长时间的博弈，第一条蓝鳍金枪鱼显然已经精疲力尽，很快被渔民拿着拖鱼钩死死地拉出了水面。而这条重达几十斤的蓝鳍金枪鱼，在最后的时刻受到脱钩的切肤之痛，用尽仅存的一丝力气试图反抗，但最终还是迎来了铁蛋几棍闷头棒，随后安静地进入了下一世轮回。而水下的这条黄鳍金枪鱼，明显要比上一条蓝鳍金枪鱼要大得多。不过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早上跟表哥出来溜达溜达，刚才还好好的，现在回不去了。很快，他也被渔民拖出了水面。同样工具，同样的待遇，也预示着同样的结果。放钓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就收获了2条金枪鱼，这样的成绩确实令人赞叹不已。而这2条价值不菲的金枪鱼，还只是铁蛋他们一天捕鱼过程中的起点。为了金枪鱼能卖到好价格，铁蛋还不忘把金枪鱼冷藏在鱼舱之中。正当所有船员都在各司其职的时候，三炮与毛熊各自驾驶着一艘小船脱离了母船。他们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提高找鱼捕鱼的效率。这种捕鱼方法在菲律宾渔民出海捕鱼时使用的比较广泛，目的是快速让小船去寻找其他鱼群，以减少时间的浪费。毕竟当地渔民就是靠鱼吃饭，一丁点时间都浪费不得。脱离母船的三炮很快把小船架离了母船附近，接着把准备好的诱饵下放到海底，数百米的鱼线被小船拖着走。而此时毛熊也做出了同样的操作。三炮在围绕着母船转了一圈之后，便开始回收鱼线。很可惜毛线都没有钓着，而反观毛熊这边，看他收线的架势，十有八九中鱼了。随着毛熊慢慢的收线，一条体型较大的黄鳍金枪鱼被拉出水面。浮出水面的黄鳍金枪鱼被拖鱼钩拉扯的疼痛难忍，稍微挣扎一下，立马受到毛熊棒槌的事后整整10下的强力敲打，使得健硕的黄鳍金枪鱼没有了生机。很明显，这条金枪鱼比前2条都要大上许多，保守估计应该上百斤。就凭毛熊一个人是很难将其拖上小船，为今之计，只有将其捆绑在船舷之上拖回母船。没过多久，船员黑豹的鱼线也中鱼了，又是熟悉的人鱼博弈，结果可想而知，金枪鱼最终也沦为了待宰羔羊。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收线的时候，黑豹的左手食指受伤了，而且伤口还很深，这都是人与鱼博弈的过程中被鱼线割破造成的。如果金枪鱼的个头再大上一些，恐怕就不是割破手指这么简单了，甚至有可能直接切断。看来渔民这口饭也不太容易吃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母船上最年轻的小杰也中鱼了。瘦小的身板想控制住上百斤的海底大鱼，确实有点强人所难，甚至有一次差点被大鱼拉下海中。但即便如此，小杰还是决定想再尝试几次，毕竟自己登船就是为了学习捕鱼经验。经过几轮的拉扯博弈，小杰的体力终究难以与海底的大鱼周旋，最后只能由铁蛋代为收取。今天捕捉到的金枪鱼全部都被渔民放进了冷鲜舱，而像今天这样的传统捕鱼方法，铁蛋他们要在海上作业维持14天之久。简单的晚餐也意味着一天捕鱼作业的结束。为了想要更好的生活，他们明天不得不继续这样的辛勤劳作。同样使用鱼线钓金枪鱼的国度，并非只有菲律宾渔民，印度尼西亚的当地渔民也是使用这种极具挑战性的钓法。他们每次拉上渔船的金枪鱼都不小，几乎每条的重量都超过100斤。这个小渔港停满了形形色色的小渔船，据悉他们都是靠捕捉金枪鱼为生，因为在所有鱼类中，最受当地鱼贩子欢迎的就是金枪鱼，其中蓝鳍金枪更是珍品，它的价格要高于黄鳍金枪鱼，所以每一位渔民都想尽办法去猎捕。早上7点钟不到，瘦猴与2名好基友为了攒钱养家糊口，驾驶着一条小渔船出发捕鱼。很明显，他们的船只没有之前铁蛋他们的渔船这么大，船员的数量也达不到他们的一半，所以船上的物质也不会太多，估计就是当天出海，第2天就回的这种。碰碰运气也好，瘦猴他们为了能捕获到体型硕大的金枪鱼，此次捕捉金枪鱼的海域决定前往100公里外的深海。船只行驶至下午的时候，瘦猴他们终于到达了指定地点。小船停了下来之后，驾驶员将一个巨大的白色浮漂放置海面，紧接着用绑着石头的鱼绳卡住几片棕榈叶一同抛下海底。这样的操作连小编也没明白其作用，有小伙伴知道的评论区告知，想在这片广阔的海域里捕获一条上百斤的金枪鱼，其难度堪比大海捞针。不过瘦猴他们早就有所准备，这次带来了墨鱼汁作为辅助诱饵。黑色的墨鱼汁有一股特殊的气味，这是金枪鱼特别喜欢的味道。把每一个胶带都放入一些墨鱼汁捆绑好，这玩意和鱼钩上的诱饵一起放到深海中，只要有一条金枪鱼咬破胶带，周围的兄弟姐妹就会被引诱过来，这样上钩的几率就会大大提高。很快时间来到晚上的8点钟，瘦猴他们开始在目标海域试钓。手钓金枪鱼其实并没有时间限制，只要运气好的碰到鱼群，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下钓。为了确认船只海底下是否有金枪鱼，渔民需要在船只附近抛下几钩试试水，
此时镜头前显示海平面上有许多灯光，很多人认为这是近海的海岸线，但其实是附近捕捉金枪鱼的渔船。船员突然拿起抄网在海面捞起了什么，原来在开始手钓之前，瘦猴他们还要捕捞金枪鱼最喜欢吃的鱿鱼。看来跟菲律宾渔民钓金枪鱼也相差无几。据瘦猴介绍，捕获这种鱿鱼其实很简单，夜晚只需把探照灯照射在海面，鱿鱼就会游到浅层觅食。此时开灯一捞一个准，顺便也可以用鱿鱼做点小菜垫垫肚子。看见这一串鲜活鱿鱼，你第一时间想到什么呢？是啤酒送油炸鲜鱿吗？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瘦猴拿着一只超大鱼钩，挂上一条鲜活鱿鱼和一袋墨鱼汁，然后用特殊的活结捆绑法将其与一块石头绑住。这是垂钓金枪鱼的关键，它可以让诱饵快速沉到海底。接着把对折的线头插入装有墨鱼汁的袋子，等到抛下诱饵之时，墨鱼汁就会在水压下顺着小孔喷流而出，而在落到海底期间，海中就会形成一条墨鱼汁的运行轨迹，此时就能达到诱鱼的目的。加上如果有其他鱼儿咬破胶带的时候，墨鱼汁更加快速地散发其独特味道，从而吸引金枪鱼的到来。抛诱饵的技巧也很讲究，由于是活结捆绑石头，因此放鱼线要迅速，一定要比石头下沉还要快，要不然诱饵还没到海底就给鱼线扯散开了。经过一阵短暂的等待，诱饵终于有鱼咬钩了。一人站在船舷迅速回收鱼线，另一人则在旁边快手整理线圈，而瘦猴拿着拖鱼钩严阵以待，回收上百米以上的鱼线，真的把红衣哥累得够呛。而且海底的大鱼也同时与其长时间博弈，所消耗的体力可想而知。手钓渔民为了防止划伤手指，他们通常都会在指关节处缠上布带。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底的大鱼终于浮出水面，果然是一条金枪鱼。瘦猴和蓝衣哥同时拿着拖鱼钩左右开弓，把金枪鱼拿捏得死死的。但身为金枪鱼本鱼，也只能在剧烈的疼痛之下不停地挣扎。谁知人类连这点反抗的余地都不给，几下闷棍敲打，直接叫金枪鱼做鱼。瘦猴他们整个操作过程行云流水，配合得十分默契，想必他们都是捕猎金枪鱼的老手了。为了以防万一，瘦猴又接过棒槌，直接往金枪鱼的小脑瓜系上几锤，瞬间被敲得嗡嗡作响。可怜的金枪鱼，即便在归西之前，也要受到飞鱼折磨。这个事故告诉我们，以后出门要记得看黄历。今天瘦猴他们的运气的确爆棚，不仅第一次下钩上鱼快，在随后的时间里，他们连中好几条金枪鱼，而且一条比一条大。按照这样的速度，今晚他们的冷鲜舱肯定会高朋满座。第二天一大早，满载而归的3剑客立即快马加鞭返回码头。这一趟赶海，瘦猴他们赚得盆满钵满，相当哇塞。好了，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关注我，让世界更精彩。